各位，要是搞清新加坡为何如此的猖狂，胆敢明目张胆的冒中國之大不韙，站隊高市早苗啊，你就得先了解有一個心理學的效應，叫做破窗效應。就是說啊，如果一扇窗戶啊破了沒人修，那過不了多久啊，這棟建築的其他的窗戶也會被人打破。為什麼呢？因為作惡的成本太低了，甚至不僅沒成本，還能聽個響。所以別的人一看，那我也來砸一下吧。現在這扇破窗就在那兒擺着，誰打破的呀？菲律賓。誰在旁邊看着呀？手裡邊還拿着塊石頭躍躍欲試的是日本。而誰又在這個節骨眼上笑眯眯的走過來說，哎呀，大家都要向前看嘛，別老盯着破窗戶不放，和氣生財，和氣生財呀。沒錯，就是中國網友一向認為懂中國會來事兒的新加坡。就在前兩天的時候，新加坡的總理黃循財在彭博社的論壇上，當着全世界媒體的面，給正在冒火的中日關係潑了一盆溫吞水。人家那話裡話外就一個意思啊，日本想降溫，中國你也得降溫。我們東南亞早就跟日本和解了，大家把二戰那頁翻過去了，向前看，讓日本在區域裡邊啊，這個為安全多出點力吧。這番話直接就把中國的網友給幹炸毛了。好家伙，我們這兒正被日本那幫右翼政客氣得肝疼，高市早苗還在那兒喊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新加坡這個時候跳出來讓我們大度一點，這不就是拉偏架嗎？這不就是理中客嗎？甚至有人說新加坡這次終於露出了美國小弟的馬腳，站隊站到溝裡邊去了，知道嗎？你要知道啊，就在上個月，這位黃總理還信誓旦旦的說支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呢，這還沒過完一個月呢，怎麼就突然給日本一堆爛賬洗地了呢？這風向轉的比他娘的電扇都快呀！但是呢，咱們客觀理智的說啊，罵兩句牆頭草容易，但這解決不了問題啊，你也看不清這背後的門道啊。把這事兒啊，我給你掰開了揉碎了來看。黃循財這番話呀，絕對不是什麼一時失態，也不是什麼糊塗站隊，相反呢，這是新加坡這個精算師國家把算盤珠子撥得震天響，都快崩到你臉上之後啊，下出的一步狠棋。你甚至可以說，他就是賭的中國不敢翻臉。這就得從那個打破第一扇窗的人菲律賓說起了。很多人覺得新加坡這次誤判，覺得他們高估了日本，低估了中國的怒火。但我告訴你啊，黃循財一點都不傻，他手裡邊拿着的那個劇本叫做菲律賓經驗。你想啊，去年這一年菲律賓的小馬克思鬧得凶不凶啊？那是真凶，又是仁愛礁送補給，又是黃岩島搞碰瓷兒，甚至直接把美國的第一封中程導彈搬到了呂宋島，那射程可是直接覆蓋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的，這性質惡劣吧？這簡直就是騎在中國的臉上輸出。結果呢？中國反擊了嗎？反擊了，水炮噴了，海警船撞了，撞到自己的。外交部也罵了，甚至在那兒搞了領海基線啊，什麼保護區。但是啊，請注意這個但是，小馬克思倒台了嗎？菲律賓的經濟崩盤了嗎？馬尼拉被炸平了嗎？都沒有啊。所以在新加坡的阿財眼裡邊，他看到的是什麼？他看到的是，雖然中國很生氣，雖然中菲關係降到了冰點，但是新加坡這個國家沒事兒。不僅沒事兒，小馬克思還在國內立住了敢於抗中的人設，那可是實打實的政治資本吶，各位。而且最關鍵的是，那套讓中國如鯁在喉的第一封系統到現在還沒搬走呢。
這就給了新加坡一個極大的心理暗示，原來在中國劃定的所謂的紅線的邊緣反復橫跳，甚至偶爾踩進去一隻腳，只要你不把桌子徹底的踹翻，其實是安全的。中國為了大局，為了那個所謂的和平發展環境，大概率會忍的。既然菲律賓這個光腳的都能沒事兒，那麼日本的這個穿鞋的怕什麼呀？所以你看，當日本的高市早苗在那大放厥詞，甚至在那搞什麼台灣有事的預演的時候，新加坡不僅不慌，反而覺得這是個機會。什麼機會啊？當和事佬的機會唄。你以為黃循財是在幫日本說話呀？天真了，他是在幫新加坡自己說話，甚至是在幫整個東南亞的那幫騎牆派說話。這就涉及到了新加坡的這個國家的底層的生存逻輯，毒蝦理論啊，就是那個瞎子的瞎啊，不是那個眼睛壞了的那個啊，是那個吃的那個蝦。這就是當年李光耀老爺子定下的國策。新加坡太小了，在地圖上就是個小紅點兒，周圍是誰啊？馬來西亞、印尼啊，那都是看着他流口水的大塊頭。新加坡想要活下去，就得讓自己變成一只毒蝦，個頭雖小，但誰吃我都得讓他毒掉2顆牙。怎麼做這只毒蝦呢？2招。第一招，把美國拉進來當保鏢；第二招，讓周圍的大國互相牽制，誰也別想一家獨大。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這套玩法那是玩的是相當溜啊。經濟上靠着中国這列快車賺的是盆滿缽滿，安全上靠着美國的軍事基地睡得安安穩穩，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平衡術。但是這2年情況變了，中国这趟列車不僅跑得快，而且塊頭越來越大，大到讓新加坡覺得這平衡要打破了。如果中國真的把美國擠出了西太平洋，或者說如果两岸真的統一了，中國掌握了南海和台海的絕對控制权，那新加坡還怎麼玩左右逢源呢？到时候他就只能听中國的了。這對習慣在大國夾縫中吃兩頭的新加坡來說，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噩夢啊！所以這裡有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結論：新加坡反對台獨，這不假，但是新加坡更反對統一啊！是不是聽着有點繞？就這麼說吧，對於新加坡或者是對於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來說，最好的狀態是什麼呀？是維持現狀。什麼是現狀？就是台灣還是那個台灣，不獨也不統，海峽兩岸還是那個樣子，偶爾吵吵架，但真別動手。只有這樣，美國才有理由賴在亞洲不走，日本才有理由在那兒搞事兒牽制中國，而新加坡才能繼續在這個複雜的局勢裡邊當那個長袖善舞的中間人，賺着轉口貿易的錢，收着地緣政治的保護費。一旦兩岸統一，中國的軍力直接前出到太平洋，南海成了中國的內湖。那個時候，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價值雖然還在，但新加坡作為美國在此地的前哨站的價值就歸零了，他的那些港口、那些金融中心的地位得看北京的臉色了。所以黄循財這次為什麼急着出來喊話呀？因為他怕了，他不是怕日本搞事兒，他是怕中國真的借着日本搞事兒這個由頭，一怒之下把桌子掀了，直接把事態推向戰爭邊緣，甚至順手把台灣問題給解決了。你看他說的話非常有意思，他說除非發生觸碰底線的事件，未來兩岸發生戰爭的幾率不高。這一句話翻譯過來什麼意思呀？意思就是只要台灣不作死搞法理獨立，你中國就別動武，你別動武，大家就還能繼續做生意，我就還能繼續當我的東方瑞士。阿財這是在拿話擠兌中國呢，他是用和平這個大帽子試圖給中國戴上緊箍咒。在他看來，日本的那些政客过嘴癮，甚至搞點小動作，那都不叫改變現狀，那叫制衡。但如果中國真的是動手了，那就是破壞穩定了，這就是典型的拉偏架。這就像2個人在街上吵架
啊，一個人拿着刀，是吧？就是日本或者是美國跟那兒比劃，另一個人中國握緊了拳頭準備自衛。這個時候衝出來了一個和事佬，新加坡，對着握拳頭的那個人說：哎呀，大哥，你要冷靜，你要往前看，千萬別動手，動手了大家都不好過。啊，對，拿刀的那個人說了嗎？也說了，但是他在那兒輕描淡寫的勸一句：你也消消氣兒。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但是在国際政治裡從來就沒有公平，只有利益。新加坡的利益就是把水攪浑，但不能讓水燒開。而且黃循財這次敢這麼說，還有一個很隱秘的心理，那就是黑白臉遊戲。在這個局裡邊，美國和日本是唱黑臉的，他們負責挑釁，負責在前面衝鋒陷陣，負責試探中國的底線。而新加坡呢，他是唱白臉的，他負責在局勢緊張的時候出來調停，負責給雙方找台階下，負責用亞洲人的方式來息事衝突。這黑臉白臉看似對立，其實是一夥的，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把中國死死的按在第一島鏈裡邊，不讓你衝出去。美國人的那一套硬围堵，中國現在不怕了，你有航母我也有，你有導彈我更多，所以他們現在換打法了，開始用這種軟釘子，讓新加坡的這種老朋友出來說話，用經濟發展、地區穩定這些中國最在乎的話題來道德綁架你。王循財的話裡話外，其實就是暗示中國呀，你是老大，你要有老大的樣子，別跟日本一般見識。要是真動手了，把東南亞的這幫小兄弟嚇到了，大家的生意都沒法做了啊，那這就是你的不對的。這一招真的挺陰，因為他切中了中國的軟肋。中國太想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了，太想維護這個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的機遇期了。但是啊，中國智囊們，你們得清醒一點了。什麼叫負責任啊？負責任不是無底線的忍讓，什麼叫往前看啊？對中國人來說，兩岸統一才是真正的往前看，把日本那個試圖復活的軍國主義的苗頭掐死，才是真正的消除隱患。如果按照新加坡的邏輯往前看，那意思就是讓你們中國忘了二戰的血債，忘了釣魚島的主權，忘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後笑呵呵的看着日本軍隊拿着美國的武器在你們的家門口晃蕩。這不叫往前看，這叫向前看 money， 向着新加坡的錢包看。而且黄循財有一點算錯了，他以為中國會像對待菲律賓那樣，雖然生氣，但為了大局還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但是他忘了，菲律賓是菲律賓，日本是日本。菲律賓那是個什麼量級啊？那就是個撒潑打滾的無賴，他再怎麼鬧也動搖不了中國的根本。中國不打他呢，是因為打了他反而髒了自己的手，還給了美國介入的借口。但日本不一樣，日本是有能力、有野心，且真的有案底的国家。日本如果介入台海的性質就完全變了，那不是什麼領土爭端，那是对二戰後秩序的公然挑戰，那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直接捅刀。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是沒有一點退路的。那麼面對新加坡這種看似親昵實則心猿意馬的朋友們，那中國該怎麼辦啊？罵他一頓沒必要，那反而把他往美國的懷裡推，切斷經貿往來也不至于。畢竟東盟現在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是裡邊的頭面人物，生意該做還得做。那最好的辦法那就是讓他失業。新加坡不是想当調停者嗎？不是想当中間人嗎？那是因為現在局勢還不夠緊張，還有他上下其手的空間。如果中國直接把中日衝突推向了深水區呢？如果中國明確告訴世界，日本如果膽敢在台灣問題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我們針對的不是什麼爭議海域，而是日本本土的戰略目標呢？如果中國讓台海的軍事壓力大到讓所有人都窒息，讓東盟國家意識到日本的那點安全作用比起戰爭的風險來簡直不值一提呢？到了那個時候，新加坡就會發現他那個和稀泥的勺子
攪不動這鍋鐵水了。當風險高到一定的程度，中間派是沒法騎牆的。那個時候他們為了自保，唯一的選擇就是閉嘴，或者是私底下去中國求高抬貴手。必須得讓中国的这些鄰居們明白一個道理，和平是很重要，但底線比和平更重要。不能讓他們形成一個錯覺，覺得中國為了和平什麼都可以忍。這個錯覺一旦形成，那就是最大的戰爭誘因，因為所有人都會覺得，如果中國切一刀沒事兒，反正他會忍；踩中國一腳沒事兒，反正他要大局。那今天菲律賓切一刀，明天日本踩一腳，後來新加坡再來講個和，那中國的日子還過不過了？所以對於黃循財的話，中國聽聽就好，不用太認真，也不用太生氣，對吧？他有他的國家利益，中國應該有中國的鋼鐵意志。中國要做的就是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在台灣問題上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的空間，誰想拿這個問題來套利，誰就要做好血本無歸的準備。至於新加坡等兩岸統一的真正的那一天，我相信黃循財或者是他的繼任者一定會第一時間發去賀電，並由衷的讚嘆，這是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石，我們一直都是支持的。畢竟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可是他們最擅長的本事。最後那句話，敵人並不可怕，因為你知道他在哪兒。可怕的是那些笑嘻嘻的勸你大度的朋友，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悄悄的把你的底線給賣了。別只怪朋友不仗義，有的時候也是怪你們自己太好說話了，才慣出所謂的朋友的這一身的毛病。這個保護費呀，中國不能再交了，朋友們，你們認同嗎？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